大家好，数字输入输出的下半集开始了。因为下半集的内容全部接着上半集继续的，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完上半集，不要跳过。谢谢，马上开始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数字输入输出的下半部分。这里我们将继续探索按键和继电器的奥秘。我们接着上回的代码，首先把引脚零设为上拉。我们将按钮跨接在面包板中间的凹槽上，要注意1.4角按键有两侧是连通的，在分不清哪一侧是连通时，通常使用对角来连接，保证不会接错。然后把按钮上右的引脚通过跳线连接到我们一直使用的输入引脚里，最后把按钮下左的引脚通过跳线连接到 GND。 就这样，硬件部分就完成了。上传我们修改过的代码，可以看到我们使用上拉，默认输入高电平是亮灯，按下按钮后接地灭灯，请看按住按钮 LED 就灭，松开 LED 就亮。如何像开场一样按一下开，再按一下关闭呢？我们按键操作其实是包含了两个状态和两个动作。松开状态，按钮没有被按下，此时引脚稳定在高电平。按下动作，按下按钮的那一刹那，引脚的电平会从高到低的跳变。按住状态，手指按住不放，引脚稳定在低电平。松开动作，我们手指松开按钮这个瞬间，引脚的电平会从低到高的跳变。对于切换开关的功能来说，我们真正关心的不是松开或按住这两个持续的状态，而是按下和松开这两个瞬间发生的动作。我们给这种瞬间的电平跳变起了非常形象的名字：下降延和上升延。所以我们的任务就从检测按钮是不是低电平，升级为了我们是否捕捉到了一个上升延。要做到这一点，我们的代码不仅要知道按钮的当前状态，还必须记住它在上一个瞬间的状态。好的，代码改完了，我们看一遍。首先在 loop 和 setup 函数外面定义两个状态，这叫做全局变量， loop 结束后也能保持数值。而 loop 内部定义则叫做局部变量， loop 结束后局部变量就消失了。第一个是 LED 当前输出电平，第二个是上次我们输入的电平。在 loop 内部，首先我们读取最新状态，在上次状态为低，最新为高，就说明发生一次上升延。检测到上升延后，转换 LED 电平高低并输出，最后保持现在状态到全局变量，用作下次判断。让我们看下实际效果，看起来很完美吗？其实现实是更复杂的。为了说明，在这里加了一个打一按键次数的函数，平时很正常，但当大力按下时，计数变成了2次，这就是按键抖动问题。首先，按键的本质是弹簧和弹片组成的简单结构。当我们用力按下它时，金属弹片会和触点发生极快速的接触、分离。在接触的过程，就像篮球砸在地上会反复弹跳几次一样。使用示波器的话，可以看到断开的波形，这样识别出2次上升延，误认为按了2次。知道了原因，解决思路就很清晰了。只要想办法忽略弹跳期就行了。这行代码的意思是，每次上升延之后暂停50毫秒，这段时间足以让按键的跳动自己结束。等程序恢复运行时，信号已经稳定了。看，每一次按键，计数器都只增加1。通过增加这一行小小的代码，我们的按键输入就变得稳定可靠了。当然 delay 方法虽然简单，但它会让程序在延时期间暂停下来，无法做其他事情。为了追求更高的效率，开发者还会使用其他更高级的软件技巧，甚至是直接通过电融合专用硬件防抖来解决这个问题。这里因为篇幅的缘故，就不展开讲解了。下面的目标是用这个按键去控制这个直流电机，但你绝对不能把电机直接连接到引脚上。ESP32 的引脚只能安全地提供几十毫安的电流，而这个小电机在启动时，
电流是这个数字的几百倍。如果直连，你的 ESP32 芯片立刻烧坏。那么，我们该如何安全地用小能量去控制大能量呢？我们需要一个中间人来安全控制重型开关。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角——继电器模块。继电器就像是你汽车的点火系统，你用一把小小的钥匙转动一下，就启动了一个巨大的引擎。仔细看，你会发现它有清晰的两端，低压控制端和高压负载端。首先是低压控制端，是我们 ESP32 的工作区。首先是 VCC， 这是继电器的电源，根据规格书接到 3.3 伏或5伏上。GND 连接到我们 ESP32 的 D， 链接 ESP32 的数字输出端口。事先根据规格书确认高电平生效还是低电平生效。然后是另一边带螺丝的负载端，这边是电机的工作区。NC 长闭 Normally Closed， 意思是常态下接通。在继电器没有工作时 COM 端口和 NC 端口是默认连接的。COM 公共端 Common， 这是设备控制回路的入口，设备电路的开关的一侧接到这里。NO 常开 Normally Open， 意思是常态下断开。在继电器没有工作时COM 端口和 NO 端口是默认断开的。好了，开始接线。负载电路，这是电机和电池的工作区。电池的直接连接到电机的正极，电池盒的负极连接到继电器常开端，将电机的负极连接到继电器的公共端。然后是控制电路 ESP32 的工作区。继电器的 GND 接到 ESP32 的 GND， 因为这块继电器是 3.3 伏的。继电器的 VCC 接到 ESP32 的 3.3V 引脚，然后拔出21角的 LED 相关器件。继电器的1引脚连接到21引脚。之后该写代码了吗？答案是不需要，因为对于 ESP32 来说，只是在控制高低电平。而到底是去点亮一个 LED， 还是去开关一个继电器，都是一样的。我们之前的代码就能工作。可能有人对继电器原理感兴趣，其实非常简单。继电器内部 COM 连的弹片平时通过弹簧压在 NC 端，这样平时 NC 端是连通的。而继电器动作时，模块内部的一个电磁铁会通电，产生磁力，啪的一下吸到 NO 端，这样 NO 端就和 COM 连通了。好了，这期讲完了。我们从最基础的数字信号是什么，到点亮一盏 LED， 再到稳定的读取一个按键，并最终用它来安全地驱动一个大电流的电机，并掌握了其中最重要的知识点。希望这个系列教程对你有所帮助。如果你喜欢它，并成功做出了自己的项目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，并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成果。